我哋隸屬於消防處調派及通訊組嘅，主要職責係做啲乜嘢？相信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因為我哋執行職務嘅時候，其實好少機會會俾市民大眾見到。但其實我哋都係站喺前線，我哋會第一時間接聽市民嘅求助電話，然後將資訊轉達俾前線消防、救護同事，同時做佢哋嘅後勤支援。對於整個救援行動嚟講，係相當重要。我哋嘅主要工作係接聽市民對消防同埋救護服務召喚嘅緊急求助電話，然後調派合適嘅資源到事發現場，例如救護車、消防車、滅火輪、消防員同埋相關裝備等，以及同不同單位作出協調。有時候我哋亦都會被派往事發現場，響流動指揮車入邊負責通訊同協調嘅工作。我哋亦會有機會被調派到機場入邊嘅機場搶救指揮室，負責應付機場入邊嘅突發情況。除此以外，我哋亦要協助編寫消防事故報告同埋統計數據，以及接聽一般查詢及投訴等嘅電話。喂，呢度消防處通訊中心，對冇吳家希，頭先你叫咗救護車噶嘛？係啦，病人抽緊筋，明白嗱，提一提啦，救護車過緊嚟噶啦，冷靜少少下，係啦。而家教一教你處理住個傷勢先，我哋有個簡單嘅急救指引提供俾你嘅，你願唔願意做啊？呢份工作最重要係能夠喺壓力下保持冷靜，因為市民打電話嚟求助時候，往往會出現焦慮同不安，而未能提供同事故相關重要嘅資訊。我哋除咗要平復報案人嘅心情，更加要以冷靜嘅頭腦喺有限嘅時間內，有技巧咁得到所需要嘅資料，仲要準確記錄，再清晰轉達俾行動組嘅同事，例如消防員、救護員知道，以確保救援服務可以喺最短時間內到達現場，令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如果你想投考我哋呢個職位，留意翻啦，有幾樣事項大家要留意嘅。首先，基本嘅儀容同衣着嘅整潔係必要嘅。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從部門嘅網頁了解到消防同救護嘅工作。其次，考生亦都需要對本港嘅街道、地理環境等有相當程度嘅認識。而英文打字亦都係十分重要嘅一環，因為喺我哋日常工作中，無論大小事務都需要以打字形式輸入電腦作為記錄，而且要快而準。所以千祈唔好忽略英文打字嘅準備。如果考生喺打字部分未能夠達到標準，就無緣參加面試啦。如果投考成功，受聘之後，我哋首先要到消防訓練學校接受3星期嘅嚴格訓練，學習步操、訓練紀律同埋服從性，然後再到救護訓練學校接受為期5日嘅基本救護課程，以及喺總部接受8星期嘅訓練，學習接聽求助電話嘅技巧、通訊系統運作，同埋認識各類消防同埋救護資源等。我哋新入職嘅時候會接受12星期嘅初級訓練，其後被分派入隊以師徒制形式學習，意思係喺工作上面由一個消防總隊目以經驗傳授嘅形式指導新入職嘅同事。除此之外，調派及通訊組亦會不時舉辦一系列嘅講座同參觀活動。我哋完成見習期之後，如果通過消防處消防總隊目證書考試，以及工作表現良好，可以晉升為消防總隊目。如果具備所需資格，而且工作表現良好，更加可以獲考慮晉升為消防隊長同埋高級消防隊長。有一次，有一個伯伯報稱喺屋企跌倒，起唔返身，亦都開唔到門，需要消防員到場破門，再由救護員送佢去醫院。由於伯伯嘅說話帶有鄉音，發音唔太準確，以致喺核實求助人地址時候出現困難。當時我需要耐心咁引導伯伯講出正確嘅地址同其他有用嘅資料，再冷靜分析，排除唔正確嘅地點。因為當時只要一字之差，就會導致消防車同埋救護車去錯另一個屋邨。好彩最後都可以幫到伯伯，令到佢得到適切嘅救援服務。我對我嘅工作感到自豪，雖然日常工作繁重，而且分秒必爭，
但係我都會提醒自己要專心工作，將工作做到最好。我希望喺未來嘅日子，我可以繼續冷靜面對同埋完善解決突發事件。我哋呢份工作要喺零出錯嘅情況下同時間競賽，第一時間聆聽市民嘅需要，同為行動組同事提供支援。我哋必定要有一份服務市民嘅使命感，喺幕後默默耕耘，竭力保障市民嘅生命財產，救急扶危。